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浪漫哥。今天呢，应我那个老铁的留言啊，看我有没有时间讲一下中国经济啊这么一个话题。那我今天就应我老铁的想法，谈一下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感想。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视频还有些道理的话，不要忘了点个赞哦。其实这个视频我好多年前都想做了啊，差不多在10年的时候我就想做这么一个视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存在，但是呢，那个时候的问题还没那么明显。我看我今天说这个事情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切身理解？也可以让各个国家的人嘛啊。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不要重蹈覆辙吧。其实我们中国的经济毁在淘宝啊这一家独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造成的。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在中国深圳，在深圳的话，你只要聪明肯干，你不愁赚不到钱的，这个是事实。后来淘宝这块一家独大的情况之下，包括广东经济，包括全国的各个地方的经济，顺着时间的推移。往它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牛叉，所有的实体经济的一些店面呢，这些代理商啊，基本上都死光光了啊，除了一些所谓的品牌嘛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个现实例子，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发生我们身边的，我们到楼下去看那些店面，除了转让就转让啊，这些店面转让的过程当中呢，要么只能做饮食，它才能生存。在之前没有这个淘宝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看看那个下面的店面，你百家齐放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卖，什么东西都有的去做，电产品的，反正你只要有的话，他们都会在店面上去开，服装店啊，什么东西都有。你现在看看下面店面，服装店少得不得了了，难得去看看也是在大超市、大商场里面才有。剩下的呢，店面一片的都是什么做饮食的、做吃的、做喝的，做娱乐的，做奶茶的，基本上都是这一块的。他们这些店面的人难道不想去赚钱吗？不想做其他的吗？只是他们做这一块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存在了，被淘宝打死了。价格位上面的网店上面的这些东西便宜啊，你不需要代理啊，就直接有一个。它成本很低啊，你店面的成本呢？店面的成本又那么高，那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这个死循环出现了嘛。现在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有这么样的理解。在08年的世界危机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呢，相对应还好不是太差。当时也没有深切的感受到那个经济危机的冲击，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下的那个实体经济是以各个店面什么东西都有在卖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一个经济交流，你进我出，有人流进去，大家有再去那边去做生活，然后打工这种活跃的这种商场的商业的一些气氛存在的，自然而然。国内内需就抵消掉了国际上面的那种经济危机的冲击，它只影响到对外出口、外贸公司这么一个利益，但它真正的没有影响到国内的那些国内内需的这一块经济利益，我们就没有感受到经济危机对我们当时的中国大陆的那种经济冲击。但是现在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真的是往下走，这个是事实，也不可否认。原因就是市场上根本就不活跃，没有那么活跃。除了饮食之外那种活跃状态的话，以前的话，大家的思想是百家齐放，到处可以开这种店面，可以抵消掉这种状态，可以把它给激活。你现在呢？现在你看看下面的行业，你除了饮食之外的话，还有呢就是建材。建材还能再做，为什么？这个东西你淘宝上搬不动的，只要你淘宝上搬不动的东西，店面都能生存下来，都能过，这个就是事实。
你看，马云还想搞一个什么呢？叫无人超市，虽然半路上夭折了，但是如果他的无人超市也都起来的话，那你还需要人吗？你不需要人，这些人干嘛？你中国那么多人口，你把这些人放哪里去做？怎么过日子？难道都要去工厂去打工吗？你说的不好听的，你是害了中国经济啊！你把那个所有的你考虑过的，不需要把这个都不让机器来做的话，你还需要人干什么呢？人在做的情况之下，他有了收入才能去流动。你把它全部搞死的情况下，他哪来的收入？他怎么去互动？他怎么去去走这一块呢？你全部交给机器去做好了嘛？以前的话还有所谓的就是说代理商啊，我一个工厂加工的产品出来以后呢，我可以找各个省市的代理商，然后他们去采购，然后在店铺那边铺货也好，去摆摊也好，然后他们进行交流，进行经济上面的去买卖啊，这种流程去走。那中间呢赚取我工厂赚我的钱，你代理商赚你的代理商钱，你零售商赚你零售商的钱。相对应的话，你消费者虽然说买的稍微贵一点的东西，但是你工作机会多了呀，你寻找这个各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多了呀，对你来说只是有利而无害的一个事情。那原来那些工厂的代理商呢，就慢慢的消亡了。那这些工厂呢，就给那些网店的客户，然后提供过去。而且到后头呢，有些工厂还转型成自己就做网店了，因为没办法嘛，他自产自销嘛。那有更多的工厂呢就倒闭了啊，包括你看像东莞原来的工厂有多少啊？现在呢，什么情况我们心知肚明啊。所以中国经济呢，不能只需要国营企业的壮大，它更需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壮大。民营企业没有了，你国营企业有再多有什么用啊？是每次看到什么双11、双12啊，然后超过多少亿那个什么经济那个状态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每多那个1个亿，实体经济就死了5个亿，就这么简单的计算公式。那现在有时候，那现在已经这样的话，那人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不要想着在其他行业去抠钱啊，去加税也好，怎么样去那边去捞钱，那个收割，你应该想到在网店上面加税，你用税收的方式去抵消掉实体经济上面的困扰。实体经济店面的话，你降税，减少税收；网店的话，增加税收的幅度，想办法把它做一个平衡。你要有这个欲望，它才能火起来。你看国外的美国那些有名的网商，他做的世界经济的这种销售，但是他不会影响到你实体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因为你做的实体经济上利益的时候，我老百姓不同意啊，强烈的影响到你这个当地的经济发展啊，他们很现实啊。所以美国的经济，他就是说，我有工作，我能找到活干，我的失业率低，要你的网商的这种销售，你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经济这种店面的这种发展。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反对你。所以杨伟信那边的话，他们也很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我们这边呢，不是这样，没有控制，没有限制，这样发展下去，你可以想象，不用外面人给你制裁呀，不用外面的给你稍微整两下，你内部就被他给干趴下来了，还需要其他的什么东西吗？所以说我总结出来一个句话叫什么呢？包括全世界的各个朋友都要记住这么一句话：网店的发展必须要限制它的无限扩张，有一个限制的尺度，而不是让它把实体经济的那些店铺的生意全部给干死。今天的话题嘛是有点尖锐啊，有感而发吧。可能我还有想不到一些地方，也希望各个老铁呢在评论区上面留言，发表一下你心中的一些想法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探讨嘛。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喜欢我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给个赞哦。再见，拜拜。